就拜托他不要这样断章取义嘛。柯老大他讲分工合作，讲的一点都没有错啊。分工合作，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个才是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我现在以后工作还蛮忙的，25跟他们一起开晨会，礼拜4陪他们开共识会。中央党部的工作现在就一直在进行，因为我党主席也还没有卸任，所以党主席该做的事情我还是会做。当然要投入新北市长的选举，那我2月1号。就会成立我的竞选总部。除了在这些工作以外，我的直播，请各位网友放心，还是会持续的进行，还是会去登录律师的工作。那在有需要的时候，披上法袍。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简舒培，大家好；资深媒体人理工男黄创夏，大家好；战略专家林廷辉，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财经专家许清煌，吴告，大家好。好，那对国人来讲的话，那当然你看到那两岸之间的关系，当然一定是在所有的选战里面，不管是2028，那当然是一定重中之重。对2026，那包括国民党最近抛出来一些论述，包括下个月即将要举行的，就月初就要举行的所谓的智库论坛，甚或会不会有政协会？对于两岸之间，甚或国内选战会不会有什么一些影响？蓝白合是不是因为柯文哲最近讲了一个蓝白分，那叫分工合作的分？那到底是弦外之音，还是只是玩笑话呢？可是这一切如果一开始看的话，包括郑丽文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呢，也接受媒体的访问。你已经好久没听到所谓的两岸和平框架像这样一些的论述了。好，那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抛出这样一些论述？来，创夏，那现在其实和平框架、两岸和平框架或什么，现在很少会把这个大辣辣的提出来，因为总是大家会有一些的忌惮或想法。可是现在看起来，你觉得郑丽文为什么在这时候要直接提这个？今天是1月30号，然后是黄国昌立委下课啊，然后柯文哲院长开课，对，一个新的局面即将开始。然后在这个时候呢，郑丽文显然已经没有能力处理蓝白合作的框架，所以这个时候在整个下个礼拜的所谓的两岸智库论坛先前的时候，他就要开始去主导一个叫做抛出一个两岸和平框架。然后两岸和平框架呢，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这样讲。他其实是是爱和平的，是要和平。可是你讲他用两岸和平框架，这里面其实有些东西他也在迂回了。一个是迂回什么？92共识。因为92共识在今年的选举、未来的选举或在台湾，可能这个市场是越来越少的。但是又不能完全的，因为美国只是澄清恩人嘛，对不对？然后现在呢，他还是要跟亲人在一起。那这个亲人对不对？当然我们现在知道无情最是帝王家，亲人有时候杀兄弟杀得更凶的，对不对？那不管讲，他要跟亲人在一起，所以他抛出这样一个议题，那个叫做市场区隔。而这个市场区隔又用一个新的帽子，两岸和平框架。然后这个框架怎么谈？框架是你有机会谈吗？这个东西不重要，重要就是有一个口号可以出来。有一个口号出来，就变成是一个区隔，而这区隔里面又是给一个定调，一个定调就是现在大家就看了柯院长开始主导的时候，那会不会整个军购案在2月1号以后，会有新的方向？因为今天的时候，立法院因为今天是立法院要休会嘛，刚刚讲说，黄商委员在今天要下课嘛，那在最后压线的这一天，那立法院那民众党版的那个国防特别条例，不管来宾大家有很多的意见或怎么样，最后是复委。那本来大家在讲说，那行政院一直在讲说好麻烦，要不然大家一起复委好不好？行政院版跟民众党版一起复委，那但显然没有如愿，因为行政院版一样，那被挡在外面，那民众党版的是已经复委了，所以这是最新的一个状况。这样看起来的话，刚讲到，这是一个他们要设立一个框架，和平框架。然后这是另外要做一个市场区隔，军购刚刚创下讲，那军购有什么？如果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发展呢，那军购那显然他们就是让民众党版那直接复委了，那这是在表示一个善意吗？复委之后呢，接下来的话就有修正案嘛，所以修正案，然后会不会修到接近国民那个行政院的版？那都是有空间的嘛，所以就变成是至少这个军购案，看起来是可以往前走，走到哪边不知道，走成什么样子不知道，
但是局面有变嘛，但是局面有变的时候，他为什么要特别谈到这个军购里面的很多细项不清楚或什么的，就代表着国民党后面还是会有一些会提他们版本或拿出来吵架本嘛。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他们没有落，那这个没有落里面要回到的就是基本上他其实也在做一个竞合，这个竞合是什么？对抗民进党，谁在对抗？那现在柯文哲因为他的声量，柯院长，所以整个对抗民进党，尤其是基本上呢，我曾讲过嘛，民进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卓荣泰和赖清德没有粉，所以没有粉，在今年这个选举里面要呼群保赖。其实有困难，然后包含是各种民调里面对赖清德的不满或怎样，也没有办法减法法则在民进党里面可以巩固，自己基本盘蓝白多烂，但是没有加分，所以他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还是回到选举对那个郑丽文来讲，他的关键是搞不好朱立伦在虎视眈眈的，11月20几号开票夜，重新就有一个新的党主席，所以他一定要在这边巩固。那这巩固里面，两岸和平框架，你不管它内容是什么，他也没讲出内容。那这个框架能不能谈？习近平会不会跟你谈？那都不重要。习近平的框架里面会不会没有中华民国？对不对？这个都不重要，重要就是有个框架，我已经抛出来了，我已经掌握了话题主导权，那至少蓝军吃嘛，一部分的核心的蓝军吃嘛，这就够了。然后军购就往前走嘛，但是往前走的话，是军购是有状况的。然后接下来就是2028要执政，其实整个郑丽文也发现，他现在如果再不出手的话，2026春节过后，到时候台湾的议题主导反赖清德、反民进党的大旗，那个旗手。可能号角手会变成柯文哲，而国民党越来越变文化。OK， 来舒佩直接问一下，郑丽文在访问里面，第一个抛了和平框架，第二个他也加码讲说，台湾人应该要接受自己是中国人，讲类似像这样的一些论述。但是在今天，民众党版的军购好歹是复委了，这两边因为大家都是在讲说，如果要是一直卡着，那难道是要展示给老共那个地方看吗？那因为下个月初就是国共论坛的智库论坛，甚或会不会有政协会？可是这就妙了，这个地方，算是给黄国昌一个大礼吧。在最后，民众党版是复委啦，但另外一边郑丽文这边又抛出了包括两岸和平框架，又说台湾人要接受自己是中国人。这两边的手法到底怎么看？是啊，我要先问一下，就是说，郑丽文说台湾人都应该接受自己是中国人这件事情，国民党的所有的民意代表大家接受吗？等一下，小平接不接受？我是台湾人啊。还有我讲，不要先入一个什么叫中国人，定义是什么？他只说这样子，对他只有讲这样，他只讲这样。我的看法，中国人的定义是炎黄子孙，我同意我是中国人，文化，对文化血缘，但从国体，好国家体制。我是台湾人，我是中华民国人嘛，就这么简单。这我的看法。郑丽文需要讲清楚吗？还是就讲中国人就好？讲清楚，当然你就讲清楚就好。我觉得这是小平哥讲的啦。哈，就对郑丽文来讲，如果他只是要讲自己是炎黄子孙，他没有必要这样特别讲出来。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血缘可能来自中国对岸，但我们现在就是台湾人，我们就是中华民国人。那你想要在台湾担任政治人物，未来能够取得执政，对于自己国家的主体性，如果你用这种两面手法说我是中国人这一件事情，绝大多数的台湾人现在是无法接受的。那郑丽文为什么要做这一件事情？再来，他还说他要推出所谓的两岸和平框架。他说两岸和平框架是他未来要去推动的。但我要讲的是说，现在即将要上场的智库论坛，它是民间的论坛。他们不是要去谈什么 AI， 谈什么防灾，现在又突然丢出一个两岸和平框架。你凭什么可以去谈论这件事情？你代表谁去谈？谁授予你去谈？然后把这个东西丢出来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丢出来这个议题，郑丽文才能够到中国去？现在这是让大家质疑的一件事情。再来，两岸和平框架，你要不要去问问新疆？要不要去问问西藏？过去他们有没有跟中共签过和平协议？后来后果是什么？这件事情我们都不用去讨论吗？再来，他之前先讲出说什么中国是亲人，美国是恩人，就大家就问啊，那张幼霞是习近平的什么人？张幼霞现在对他是他的发小，他现在这个发小不见了，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到底是跟他对峙，还是跑到哪里去，完全不晓得。那
国民党为了这个郑丽文的这个历史定位，或者是说郑丽文为了自己能够在中国国民党里面的这个党主席的位置能够坐稳，完全把这些议题抛出来，连国民党自己都不能接受的状况底下，要台湾人民接受，怎么可能？好，然后再来。这个一个是两岸和平框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国防。这个国防到底是不是也是国民党要到中国去拿来跟这个敲门砖呐、就是他们的所谓的入门票嘛。现在民众党版本可以复委，那这个国防部的版本为什么不能复委？然后刘许婷还说他们会即将在下个礼拜会再推出自己的版本。那你们推出这些版本？国防部是最专业的，但国防部的版本就是不送进去，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你们可以两手策略去跟这个老共讲说，你看民进党推出的这个国防版本，你看我们没有送，但为了骗选票，我们自己拿出了一个版本，然后这个版本在国防部的版本里面减扣，让我们原本要到100分的国防变成只有50分，变成只有60分，这就是你们拿去送给中国的吗？让我们原本要到100分的国防变成只有50分，变成只有60分，这就是你们拿去送给中国的吗？然后用两面的手法，一面讨好中共，然后一面削弱我们的国防，另外一面还可以骗选票，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吗？我觉得这台湾人民绝对都看得清楚的。不过像刚才苏培讲，小平要不要直接回应这样？有党军购吗？然后有在把我们的100分的军购国防变成50分、60分吗？刚才有特别提到这两手。在都是向中国送大礼吗？是这样吗？应该这样讲，他的言行、主席跟军购应该都要绑在一起谈。好，我这样讲，我先讲民众党那个1.25兆，我的看法就是，其实很早就讲，接到他复委嘛，再来谈内容。可是柯文哲刚接的国家治理的院长，学院院长，那表示说这个党很厉害，国家治理4个字就厉害嘛那第一个丢出来就闹鬼嘛。你丢4000亿，1.2兆怎么化解为化到4000亿？4000亿可不可以保障国家安全？我觉得这个版本，这个庭会在那边专家，这个就是临表涕泣不知所云，我没有办法评论，你知道吗？不，你就进去慢慢谈。那现在你就让行政院版本也进去，大家没有啊，行政院版本没进去嘛？我希望但没有这样做。不，4000亿这个没有办法自圆其说。4000亿就为什么1.2兆变成4000亿，那台湾又可以安全？这个要有个强大的国家治理学院的院长来论述，你知道吗？那目前我们都没有听到任何的论述。好，这第一个，第二个，两岸好多年没接触了。请问你70%以上的那个台湾的人民是不是希望两岸能接触？这个接触的知识、接触的条件，那是怎样？可是现在，当然国民党被民进党批评了很多，但换过来讲，我们接触是党对党、民间对民间的。可是执政的是民进党。民进党推出的教育部长跟内政部长都讲一边一国，他是不想接触。这就是为什么15%谈的，我觉得还行。为什么在台北市刚做一个台北市长民调，讲完赢这么多？为什么大家台北市50%以上对赖清德不满？大家怕。那为什么抗中保台？这次效果比较不明显，你知道吗？小五哥，第一个，柯文哲多年对于小草本来是独台独的小草，那都是2020年是投你们蔡英文票的人，这200万。那现在变100-200万变小草，他已经训练到他们从台独意识形态，台独独台到怎么样，到恨民进党，到没那么讨厌老共，这是柯文哲的训练，大家同意吧？这第一点。第二，川普的帝国主义大概升早沙基你替给我穷山大概 push 啦，就是川普的帝国主义跟习近平的步步进逼两个都很讨厌，那所以抗中保台的效果就降低，因为川普因为川普的帝国主义，我们以前美国基本喜爱嘛，曾经是恩人或现在是恩人，不管可是步步进逼嘛，川普那个习近平这10几年嘛，10多年所以现在的情况陷入一个从来没有发生过2个元首
对我们台湾人民大部分都讨厌的架构，所以就影响了抗中保台。以前就无往不利啊，现在有一点好像台风，强烈台风碰到阿里山，是不是停顿了一下？底部是不是有一些松垮的情况？我觉得这最值得观察的两岸的观察点。来，尚光，从恩人，你很在乎那叫曾经是恩人嘛？OK， 媒体人会很在乎字眼上一定有特别的意义嘛？哈，是好，曾经是恩人跟亲人。到现在，台湾人都应该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这每一个进阶，你觉得代表的意义是什么？而这些意义对于郑丽文来讲，包括对他自己、对国民党，甚或对今年的选战，会有什么影响？第一个郑丽文一直强调上任以后，先中后美好，这第一个。第二个，他说美国曾经是恩人，中国是亲人。然后不需要在这两国中间选。事实上选了没有？一个曾经，一个是亲人。那请问你他选了没有？选了，你选了嘛？我觉得就已经选了嘛。当然就是说认不认同中国人，我觉得这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想法啊。当然你说中国人的定义是什么？大家都是模糊化。是中华民国呢？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所谓历史文化？以前他们大家就很什么历史的中国，什么文化的中国，什么？他到底哪一个中国？他讲不清楚嘛，并没有很明确的定义，没有明确的定义。其实，在一般社会人民的想法里面，你只要提到中国人，有一半以上认为是指那一边，是指那一边嘛，不会是指我们这一边嘛，所以。郑丽文的用词，为什么大家都会觉得他走向一个偏中的路线？因为他的用词是台湾社会普遍认同用词的不同嘛。就等于说，你会说你哪里人？我中华民国人，我台湾人。那讲到中国人，有大部分人认为都是指那一边嘛。所以他讲话的用词，其实跟我们社会上一般的概念。认知的概念会有落差，那这个落差加上你前面所有的事情，加上你在经济学人里面讲说那个军购的事情，其实他没有说我有党，但是他讲了这么多理由，就表示我在党嘛，因为你没有提供我开支啊，你没有什么，所以那意思是说都没提供，所以你党哦，然后你再看他。就说军备跟谈判，他讲的是对席谈判，跟军备是双管齐下。那大家问他说，你合理的军备是在多少？他又不讲。其实他讲过，他接受法新社的时候，他不是说嘛，美国要求我们3%以上是那个意思，就是说困难啊。然后他在德国之音的时候，他反问了德国之音的主持人说：“德国、日本有5%吗？”其实他在不同次里面有没有表达合理的数字？我认为有，因为尤其是法新社那个GDP 的3，他有讲过，但他在经济学人里面问他多少比例，他就闪而不答。问他终极统一，他闪而不答。是不是和平统一，闪而不答。所以，郑丽文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不像过去，其实他知道有些敏感的议题里面，他现在开始学会了闪而不答，因为他是主席，他闪而不答了，闪而不答，那大家就会有一个问号：过去你这么直接，为什么闪而不答？一个主席必须负担2026年的成败，虽然上面他说什么去中国谈啊，那个大加分。那你问他说去中国谈，那很好啊，10月、11月再去啊，刚好投票加分啊。你看一提到10月、11月，你看多少国民党都说不要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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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就早去吧，不要吧，不要吧。因为很清楚一件事，他们知道会波及选举啊，会波及选举。那现在你看。2月2号要去，名义上讲什么AI 啊，什么讲了一大堆哈。那基本上2方面碰面就叫政治。
内涵是一回事，碰面就叫政治，就叫政治。那你后面要怎么做？你说和平框架，那以前说的是和平协议，现在变成和平框架，但它有一个前提：重返执政后。那和平框架其实它就是一个口号嘛。但你告诉我，和平框架的前提是什么？上红那个和平框架，只说和平框架，对，他没有告诉你到底什么内容是什么。因为你刚刚提到和平协议，你记不记得？其实选举的过程，就连2012年那一仗，马英九那时候是金溥聪他们好像在美国参访，突然我记得那天是丢出一个和平协议，突然因为那天下午在录影的时候，突然之间晚报出来一份，说他们会不会要跟老共签和平协议？那个新闻一出来，我记得是包括连金溥聪他们，然后包括马正营马上出来讲说没有，绝对没有这件事，因为那时候已经到选战已经到9月还是10月，好像9月，也就是说这个议题，即便在2012年，两岸是国民党的红利哦，最后是靠92共识一些企业家出来翻盘嘛，对，即便在那个时候，这个议题一出来。都还要大幅的消毒成这个样，底气那么强，都还怕，都还这样，都还怕。但是现在郑丽文为什么会大大抛一个和平框架？虽然他没有告诉你和平框架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可是你刚刚既然提到和平协议，也就是说那个和平框架里面也有可能会有这些。当然，那个时候国民党底气在两岸底气这么足的时候，都还这样子，为什么现在郑丽文可以大大的这样提？不管你签和平协议、和平框架，其实我们都知道，它都总是会有个类似前言的东西嘛。那类似前言的东西，经常谈的就是前提嘛。那你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什么？我不知道他讲的前提是什么。你比如说，92共识，那92共识已经变了多少次？一中各表，然后一路下来，一路到郑丽文最新的解释，92共识不是一中各表，不是一国两制，是同属一中。那对中国而言，你看那个习近平的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以及什么，他都是写得很清楚，一个中国原则下的92共识。那一个中国原则，这是中国常用的字词嘛？就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嘛，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嘛。这是他们的一个中国原则。OK， 那前提是什么？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嘛，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嘛。这是他们的一个中国原则。OK， 那前提是什么？所以大家担心的是，不管是两岸和平协议你和平协议里面大家打的问号是什么？你最终要走到哪里？你和平完了，你最终要走到哪里？你会签一个中国永不会侵略台湾吗？不会吧？你看那个国台办那一天那个记者会，问他张幼霞跟刘正丽的事情会不会对台湾影响？你看那个发言人翻了10几秒，有没有？最后怎么答的？这个贪腐没有特权，结果最后绝不放弃武力，使用武力。你去看他去年5月国务院公布的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里面，谈到领土主权。尽最大的力量和平统一，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持任何选项的弹性等等。你再看习近平2027年具备攻台能力，你再看2025年创下历年最高那就是说侵犯台湾那个识别区啦，跨越中线军界创历年最高等等。大家如果有一个问号，郑丽文，你真的能搞和平吗？你的和平框架，当你社会上面认知你如此走向亲中路线以后，你的和平框架会什么？如果说今天讲一句最白一点话，郑丽文说签和平框架，跟赖清德说我们推和平框架，大家的想象是什么？一个是坚持主权，一个亲中路线，讲同样的字词。
它会是一个问号，大家的解读会不一样。尚公刚刚讲的这些，它就牵扯到未来，它这已经到深水区了吧？那已经到很深水区的地方。但廷辉，当然，国民党局这边也有讲了，希望第一岛链会变成和平岛链，而且和平从台湾出发。刚才所讲的所有这些，包括从曾经的恩人、亲人到应该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这一路的脉络到现在，而且这两个1月29，郑丽文是接受政论节目的专访，接下来是经济学人的专访，都不是记者堵麦的，都是专访。大家都知道，专访基本上大原则上可能会有一个大纲，会有一些什么什么题目这些，然后一定大概会有先前面大概知道说可能会问一些什么这些，所以应该不太是突然之间一时兴起蹦出来一些什么，因为这是专访 ，OK？ 那会不会真的是突然兴起？我也没办法猜测，只是一般是这样。这个专访就赵少康先生的专访，一个专访说政协会的进度，他说那出访规划先入后美。川普在任内的世界领袖都想要跟习近平见面嘛？国家战略思考谈到2028，国民党如果重返执政，会推动和平框架，希望军事冲突大幅下降，两岸维持永续和平关系，不会因为政党轮替而改变。和平这两个字出来，没有人会不要和平，那只是这个和平中间的过程，或什么叫做真正的和平，是大家在讨论一些两岸能对话，大家都支持，只是要怎么样的对话？民进党讲的说要有对等尊严啊什么啊，国民党的想法又会怎么样？是在这个之下。经济学人这篇刚就提到，经济学人是这样问，他说他形容郑丽文做出迄今最大的豪赌，是在中国加强在台湾周边军演的时候，阻挡提高军事支出。那郑丽文怎么回呢？对阻挡军购这件事，他说这要归咎于赖清德，没有办法在军购开支计划提供更多的细节。那赖清德提出的数字排挤所有其他的需求，要实现台湾安全，应该透过合理的军事支出，加上跟习主席谈判来完成。那针对政协会，那大家讲说主要目标取得双方共同努力维持和平的明确公开承诺。廷辉要明确公开承诺，就我们两个大家都讲我们要和平哦，你不要打我哦，我也不要打你哦。好，为了避免伤害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必须言而有信，信誉很重要，所以只要大家公开承诺，你就一定不会打我。我看了政协会应该快破局了。为什么这么讲哈？我先讲哈，中国他做事情一定要先要求郑丽文你要在媒体表态但他显然接受这些媒体专访都一直在表态。但是表态到目前为止，我看的应该不是中国所要的东西所以我会认为他还可能有一点机会啦。但是这个机会越来越渺茫。你从哪里看出来因为他从经济学人那几句讲话，可能也越来越渺茫。然后再来就是说，你要中国承诺什么东西他从来不是跟人家承诺什么东西的，所以你强人所难嘛。所以再来就是说，我先讲和平框架好了以往我们在讲和平协议的时候，以前那个和平协议草案我们都看过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结束内战。那结束内战是谁跟谁结束内战？是国共嘛？那跟民进党有什么关系？所以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就不是要说跟你结束内战。但问题是，结束内战的概念其实就是一个中国的概念，所以它的框架不会告诉你写9二共识，也不会写一个中国，它框架都告诉你说结束内战，所以现在郑丽文的和平框架到底是不是也是延续马英九那时候那个草案，也是结束内战？但当初马英九因为怕影响到国民党未来执政，所以他设了好几道关卡，而且有美国的疑虑嘛，所以他比如说要经过公投啊，要干嘛之类，他下了好几道关卡，这个让对岸看起来来讲的话，那你马英九在搞什么鬼？所以其实对岸是开始不信任马英九了，但是后来到了2015年这个马习会之后，后来又把马英九抓回来这样子，那是另外一个故事啊。但我要讲郑丽文他其实没有东西可以跟北京交换。但他没有办法换到什么东西，反倒是可能会激起内部来讲国民党的分裂。那这个其实老共一直在观察，所以他没有办法那么轻易的马上就跟郑丽文来所谓的政协会，这是第一个那再来就是所谓的恩人亲人这个概念，你就黄国昌来讲的话，应该美国算是他的亲人吧？他有一个美国小孩不是吗？他不是美国算是他亲人不是吗？所以就每个人的意向其实是不一样的，到底是谁是恩人，谁是亲人，是这个定义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就以前老国民党来讲的话，他的亲人是被共产党杀死了，这个算是恩人还是亲人还是仇人，对不对？这很难讲啊。然后再来就是说，现在就像张幼霞好了，张幼霞2015年是救驾是救习近平啊，结果后来现在变成是习近平的仇人。这个本来是恩人，结果变仇人，所以他那个定义是随着时空转移。
会有不同的结果出现。所以现在郑丽文的定义只是他个人的定义，他没办法变成是全部的国民党的定义，或者是所有台湾人的定义，这个才是麻烦的地方。那变成说他今天要扩大到整个台湾的，他要变成多数嘛，而且多数的选举选给我看嘛。就对啊，他讲说他2028执政以后才要进行那一些的框架，不要，大概9合1选完大概就差不多了。但今年选完就差不多。但9合1选完之后，如果你国民党真的丢了几个县市来讲，郑丽文要不要下台？那就不是郑丽文的啦，那就换下一个党主席啦。所以今天来讲，共产党都在看你啊，那个实力不是现在就给你糊弄过去的。而且你顺便找这个经济学人也不是他们所要的这个媒体来访，最好是什么央视来访你，或者是中国评论社来访你，然后问你的问题，你能够答出他们要的答案，这个才是能够政协会的入门票嘛。所以你像当初那个柯文哲也是因为在中评社讲了两岸一家亲之后，通关密码过了之后，才要给他双城论坛继续下去啊。所以这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了哈。这是我要讲啊，这里有时候想的太多了哈，因为对岸想的可能比你更加精细，它不是让你糊弄过去的啊。OK， 对，这是一个啦哈。然后那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讲说这个军购案的哈，我觉得这样子啦。当然，我对黄国昌那个版本也是非常有意见的哈。但是至少那个版本已经复委了。好了，那我现在觉得了哈，我们国防部来讲话，照道理讲哈，你应该要先歼灭国内的这个国民党跟民众党，你才有办法去对抗共产党，不是吗？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国防部要歼灭国民党跟民众党。这个你光是卡在立法院，你就这两个党你没办法处理，你怎么去对付共产党？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啊，不管是民进党执政党或者是国防部，想办法，因为你国防部你学过战术的啊。你怎么奇迹？你怎么去装成一棵树，在那个沙漠当中装成这个仙人掌之类的？就是说类似这种奇迹，你要迂回战术啊！你孙子兵法都学过了嘛？你跟国民党、民众党之间，你可以去分化他们啊，你可以去合纵联合他们啊。然后既然有一个版本已经进去了，而且你又说黄国昌那个版本是抄行政院的版本，不是吗？只是又把数字加上去，有没有办法那个版本去做一些修订？对不对？对啊。我们说立法委员没办法去加预算嘛。但是行政部门可以说，这个东西，我们可以行政部门提一个每一条再去提一个对应的东西出来啊。所以我觉得了哈，是个机会，那这个机会不要放弃掉，但是要用迂回战术来，也不是说结束国民党跟民众党，就是说要去分化他们，用迂回战术的方式弄你的孙子兵法。就搞掉这个黄国昌就算了哈，但是就是说，这个柯文哲也是可以去谈的嘛哈，所以呢，我觉得有很多战术可以去开始运作柯文哲跟黄国昌是恩人还是亲人？他们哦，他们是乡民。这要问郑丽文啊，这个很难回答的。现在每个人大家都在问像这样一个问题啊。好，来清华，好，如果真的这样问，那可是现在看起来，我们就从刚才题不会顺着那个军购往下。好歹军购第一个复委了，对，那时候还记得吗？那时候一直有人大家批评讲说，你就是要挡着军购，就是为了你们要去不管是国共论坛或者什么这些。可是现在国民党会不会讲说没有啊？好歹他复委了，虽然是民众党的版本复委了，那好歹就已经是这样，所以表示我没有挡。只是郑丽文他在专访的时候，人家问你为什么要挡，他讲说是因为来讲，这就为什么上公刚刚讲。好像你在讲你确实有党，只是那个理由是因为这个样。可是如果国民党所有的委员，像每个委员在这，他都跟你说我没有党啊，我只是希望你来报告，不是吗？那你又不来，你要关心啊。那时候大家一直在这鬼打墙，不是吗？对。可是眼下走到这了，反而是鼓励言。你发现 AIT 鼓励言非常认真，他去天天 po 图，然后 po 这个 po 那个，然后又去拜会了，包括卢秀燕市长啦、陈其迈市长，前面还有蒋万。最忙的是其实是鼓励言呢，对，而且鼓励言呢几乎跟每一个这个市长哈，他几乎都会特别强调说，他这个美国跟这个县市啊，比如说跟台中市啊关键产业的这个地位的合作啊，他都要特别加这一句。然后又去拜会了，包括卢秀燕市长啦、陈其迈市长，前面还有蒋万。最忙的是其实是鼓励言呢，对，而且鼓励言呢几乎跟每一个这个市长哈，他几乎都会特别强调说，他这个美国跟这个县市啊，比如说跟台中市啊
关键产业的这个地位的合作啊，他都要特别加这一句。所以你看哦，他去跟这个蒋万安也好，跟卢秀燕也好，然后跟陈其迈也好，你看他讲他的内容哦，他写很多，而且这是我看到 AIT 哦，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提到企业最多的时候，几乎都在这个时候，而且谈的都是军工企业的合作。那所以你看哦，这一篇里面，像这个是卢秀燕的部分啊，他除了跟卢秀燕合照之外，你看他写的内容哦，他说他造访台中拜访卢秀燕之外，他双方是讨论美国跟台湾在贸易跟制造领域的合作，还强调了台中在关键产业的领导地位。那关键产业，台中的关键产业其实很容易想得出来嘛，比如说工具机业啊、手工具机啊，这些都是台中的关键的产业。比如说它的影响力啊，你知道像这个台中的工具机业，比如说像扳手，你知道台中的产业在做扳手这件事情是可以应用在航太领域的，是可以应用在太空领域的，那是高精密的扳手哦，不是我们想象，不是我们一般想象的扳手，不是那种扳手。我们家都有的那种，不是那个扳手是，而且那个扳手是可以有晶片在里面，然后呢，它可以那个这种扳手在转的时候呢，可以测试里面的扭力，所以它可以控制到说这个，因为可以测算扭力，所以它可以运用在航太上面的加工处理。所以台中在这方面的产业是非常有优势，而且很多隐形冠军。所以你看古立言去提到这个内容里面，表示他们一定是 study 过的，当然，这绝对不是没有研究的哈。那你看哦，他到高雄去拜访这个陈其迈的部分，他讲的跟台中的产业又不一样哦。他讲的是什么呢？他讲到的是说，你看。一样是跟陈其迈做拜会呢，一样是谈到美台伙伴关系，但他谈到的是机器人，谈到的是无人机，谈到的是先进制造跟国防。为什么？因为高雄的亚湾现在是一个无人机很重要的场域，然后高雄也有无人机的一些重要的大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叙述里面的部分呢，其实古立言在谈出来是美国跟台湾之间双方的伙伴关系哦。那我要特别用伙伴关系这几个字哦，因为为什么伙伴关系？是因为台湾的即便在军工方面啊，我们也不是单纯的买家而已，而是我们有产业是跟美国的军工产业在合作。而且你如果到这个征才去看的话，这几家这个美国军工产业在台湾几乎都在大规模开始在招募，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合作基本上是深度的。所以他跟这个卢秀燕抛出来也是这段，跟陈其迈抛出来也是讲到这个内容。所以我才说最近我看到这个古立言的东西，真的是谈到企业的次数呢，是我历来看到最多的。好，然后但是这个内容呢，好，那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一段？这里面哈，回到刚刚那个郑丽文的题目上面就变得很有趣了。请问他用曾经的恩人这几个字，在美国这边在叙述的是现在跟台湾是伙伴关系。那请问伙伴关系跟现在郑主席讲的曾经的恩人，你不觉得这两个对照起来很突兀吗？曾经的恩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所以呢，刚刚前面小平在讲说这个曾经的恩人，这个习近平那边中国听了可能很不高兴，但我觉得不会啊。就对中国来讲，你反正都把美国叙述成曾经的恩人，表示现在是没有定义的。那如果现在是没有定义的话，那当然他们两个之间，我说这个对于中国跟郑丽文之间呢，当然就有再定义的可能性嘛。就是美国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嘛？但是所以你可以发现，郑丽文这边要塑造出来的感觉，跟 AIT 现在在台湾这边在这个我们讲说快马加鞭到处在拜会的这个行程里面，双方呈现的是很强烈的落差了。尤其在 AIT 这边提到台湾的这个美国到台湾的军工产业是越来越多了，包括像那个 Shield AI 这家公司啊。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 Shield AI 是跟台湾的汉翔在做合作。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谈的部分呢，都是台湾的这个厂商。人是曾国藩的五世孙，叫曾国光。对。所以你会发现他谈的部分跟台湾的关系其实是相对是多的，所以他把它定位成是在伙伴的关系，意思就是呢，他美国在保护台湾这件事情上面，其实美国跟台湾就是一个伙伴关系，他还强调是这件事。可是你去看郑丽文这边塑造出来的感觉是什么？他一方面你看军购的部分。你知道在军购这件事上，我觉得郑丽文讲的最有玄机是这里，是台湾对自己的合理的国防跟合理的军购，为什么要跟习主席谈判？就为什么要跟习主席谈判？他原文里面你有没有注意到，军事支出是要合理的支出是要加上跟习主席谈判？那你光是这句话你讲给一般民众听的时候，大家也会有个困惑：为什么台湾保护自己的国防支出是要跟习主席谈判？而这个所谓的习主席，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军机绕台、军舰绕台哦，所以你就要想一件事情呢，就如果人家拿着武器在威胁你的话，那你还说我们家保护自己的保全支出要跟来威胁我的这个人谈判过之后，我才决定我们家保全经费是多少？这句话不是听起来很奇怪吗？所以呢，我觉得刚刚前面廷辉讲说，这郑丽文现在讲出来的话呢，可能这个合理性的部分，大家民众听了可能会觉得满头问号。我跟你讲，不是只有民众满头问号了，是这个我觉得对岸听了其实也是满头问号了，因为有很多部分是互相会打结的啦。为什么互相打结？你看两岸和平协议这件事情，我还是要讲当初2019年的时候呢，这个当时吴敦义对这两岸和平协议这件事情，还是认为国民党是要谈两岸和平协议，但他加了一个但书，叫做确保中华民国主权情况之下的两岸和平协议。那这句话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句话跟现在郑丽文讲的两岸和平框架这件事最大不一样，是在于说。吴敦义当时讲的是确保中华民国主权，那表示这件事情不是单纯的内战的问题，是国家跟国家之间这个两边这和平协议。但是他现在丢出来的两岸和平框架里面，又回到了要把这个中国的概念模糊化，然后你还是有可能被锁进到这个一中框架里面。因为当锁进所谓的一个中国框架的时候，按照对岸的定义，它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还是要提醒2022年的时候，当时国台办的发言人马晓光特别讲了一段话。说中华民国已经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中华民国在1949年已经灭亡了。这个是国台办的论述哦，所以这一段论述你就会发现，这个是跟郑丽文现在讲的两岸和平框架。请问你的两岸和平框架跟现在国台办叙述是同一件事情吗？就一般人听起来就会有很大的疑虑了。OK， 但是创下现在看起来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隐隐然知道，美国跟我们之间，不管是他们有没有人在我们这，或是有没有跟我们之间做一些军事上合作，很多都是叫公开的秘密嘛，只是大家不会直接就隐而不宣呐，大概是这样。但是现在不是。在这一波的，因为军购的，你看，包括 AIT 一直不断的 PO 了很多，包括去鼓励人去看哪几个工厂或怎么，甚或直接讲说未来呢，包括有一些测试场也要在我们这，也就是大家都不演了啦，就摆明了告诉你，对我们就是有合作，怎么样？基本上其实你要看到，首先框架是空的就算是框架里面也要 ECFA 是框架协议，你后面要加出协议两个事情才有内容嘛。但是鼓励人在执行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贯彻美国国会通过的台湾安全合作倡议，然后里面的倡议里面是3月1号，赫格塞斯和卢比欧必须要交出一份跟台湾无人机合作、台湾民主弹药库飞鸿供应链一个框架协议。所以其实你看苦力人在做这些事情，其实他也是在执行美国在台湾的一个任务。所以这里面的任务里面会看到，苦力人其实在告诉台湾一件事情。现在已经不是过去的军售，过去的军售的话是有40%是最高，叫工业合作，就是里面有些零组件、有些供应商，最高是40%，台湾有些厂商可以承做，但他今天告诉你不是，是最新的、最好的，像他昨天去公布的那一家，那一个东西很多，包含他去的那个旭的 AI， 旭的 AI 里面最强的是什么？那一个公司它其实可能是 F-35的。中程僚机那个 S8， 或者是它的里面的操作的，包含前面一天的它那个操作的那一个软体，你不需要通讯，你可以防止 GPS，不需要 GPS。那一家的 AI， 那家公司是上次美国 F-16飞行教官跟 AI 对打1-5败掉的那个软体是那一家，所以它其实是告诉你，台湾我们今天其实是美国跟台湾已经不是军售，我们这一次的一个过程是叫做军事上飞鸿供应链的一个合作，而这个合作里面，所以台湾呢就要讲更难听一点啊，他们也都知道嘛，美国的生产能力有问题，美国的工业要再造很难，但是你知道这个时候如果怎么样，台湾有这些东西，所以要跟台湾合作，所以他去找了卢秀燕或什么，整个陈其迈的时候，他的架构已经不是说。只是15%的关税，他的意思是你们台湾，因为我讲一个故事是，以前我有一个学长，他们突然之间飞弹的某个平行性的螺杆接到美国飞弹的订单，连我们的工业局都不知道，美国对我们的那个所有的工业能力掌握的，你有什么专利，你在什么地方可以用到，他比我们清楚，所以鼓励人比我们清楚，所以可是鼓励人在做这件事情，其实他都是在告诉台湾人。今天，美国跟我们的军工产业、民主供应链这样一个合作是玩真的，但是国民党一定是看不懂。OK， 然后至于黄国昌，反正下课了就不用理他了。OK， 人家还是民众党党主席，好不好 ？OK， 太现实了。但是你如果这样讲，这一次2026胜或2028，显然对于国民党来讲的话，想要重返执政，那先过2026，而这一仗蓝白合之间这个呼声一直都非常高。但舒培。那柯文哲，第一个，你觉得现在是柯文哲掌实权了吗？第二个，为什么他要抛出这么有含义的一句话？蓝白合是分工合作的，蓝白分
是分工合作的分，为什么？可是记者问他说，那有没有可能是分手的分？他说什么都有可能发生，这才是重点嘛，这才是柯文哲嘛，就是一面给你糖，一面拿棍子，随时可能准备打你，换取他的政治利益，这就是柯文哲。所以接下来在这个黄国昌退位之后，失去这个民众党立委，然后失去总召这样子的一个政治舞台之后，我认为民众党的整个这个政治的重点全部都会回到柯文哲了。再加上柯文哲现在当他们的什么院长，国家治理学院的院长哦。虽然说我不知道这个国家治理学院是要教什么，因为他说要提拔他们党内的新人嘛，帮忙选举嘛。其实他2022年就成立了，我们都不知道。真的，他不是为了柯文哲新成立的单位哦。不是，但是我要讲，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说，他成立这个学院，他要教大家什么？教大家如何踩着那个飞轮，然后一边拿300万嘛。再加上柯文哲现在当他们的什么院长，国家治理学院的院长哦。虽然说我不知道这个国家治理学院是要教什么，因为他说要提拔他们党内的新人嘛，帮忙选举嘛。其实他2022年就成立了，我们都不知道。真的，他不是为了柯文哲新成立的单位哦。不是，但我要讲，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说，他成立这个学院，他要教大家什么？教大家如何踩着那个飞轮，然后一边拿300万嘛？不然我不懂嘛哦。这个，我觉得在他现在自己还有罪的状况这现在还有面对官司的状况底下，我觉得这一定会被大家质疑的。第二个就是说，你现在明明就是党主席其实叫做黄国昌，那你又去担任这个院长那你虽然说这个一直讲说黄国昌是这个主席，但是你担任这个角色之后，包含提拔党内人才、议员的人选拔，一定都是在你的这个院长的角色里面啊。那整个党的权力就全部被拿走了。提名谁出来选举，院长说了算，党主席在旁边看。然后包含教大家怎么选举，全部都是院长说了算，包含蓝白到底要合还是要分，全部也都是柯文哲说了算，所以整个党的主角都回到柯文哲了嘛。所以面对这一题的时候，今天黄国昌其实也被问到，他也讲不出来他只能很生气的骂谁？骂记者出气，你们干嘛见缝插针、断章取义？这个老大说的永远是对的。那然后呢？那老大说的蓝白分这个黄国昌能够接受吗？不过你刚刚讲那个分，小平是。你对于蓝白之间甘之如饴，因为我看媒体上吴育轩没事就是弄我一下，蓝白合框架外，然后你说甘之如饴，蓝白合的框架不是这个吴育轩说了就算了，好不好？但他为了要声量，趁我能上新闻就恭喜他。可是我还有存在的价值嘛？甘之如饴嘛，当然嘛，是啊。现在柯文哲说那个分，你觉得有弦外之音吗？天大的事情，真的。真的吗？为什么？相信男人那张嘴，中元节一定碰到鬼。相信柯文哲那张嘴，KMT 转角撞见鬼。我跟你讲，我现在开始怀念，我是暖男，开始怀念黄国昌。遇到黄国昌，转角遇到爱，多爽！你这个好明显哦。不，黄国昌真的对国民党好，我们就爱他嘛，对不对？对，转角遇到爱嘛。你可以相信柯文哲吗？我不相信哎。真的吗？我是国民党唯一去唯二了，还有时候也跑不掉他，去告他或是挞伐他、揭发他，对吧？那请问你，这个国民党要不要郑林伟要不要给我假装或记嘉奖？不要嘉奖一次就好了。请问你你怎么有嘉奖？你搞不好是蓝白合的那个门槛是挡在那个地方的石头哎。容我叙述一下框架里面就有个石敢当，就叫做你。我跟你讲，这就是你跟蒋万安的差别。金华城的案子，所有的资料都是蒋万安整理之后，交由政风处送到廉政署。但是你看蒋万安的民调里面，在政传民调里面，民众党高达80%支持，结果你现在还被人家当石敢当。第一个是被动。
因为已经进入司法调资料，一个是主动，你还要再说他一次，他是默默的盖章交给政风转出去，那我是主动按铃申告，那不一样哈。好，所以呢，所以这整个所以分哦，他说柯文哲的原因说就是分工合作是他下面讲的各做各的哦。各有专长，各做各的，那好像不搭嘎的感觉，对不对？哈，那为什么要寄给我嘉奖呢？上次啊，韩粉有70万，投给了柯文哲。柯文哲的确是碰到侯友宜这样的候选人，然后因为他的党得到300万，他得到369，那69万就是韩粉啊，所以呢，整个他26%开了369万，如果我没有去告他。没有主持争议，没有揭发官商勾结，对不对？那个金华城的案子，他如果现在还是26%，对不起，不止金华城4个案子，可不可以跟你们小伟申请劳诉要？独裁劳诉，我跟里长拿个劳诉要。好，就继续讲，他如果现在369万，那26%，你怎么应付他？对啊，他讲同样的话，现在是个12%的底气刚做嘛，对不对？正传媒26%跟12%是一样的吗？是不一样的。如果26%就不知道谁在跟谁叫板。对，他吃掉你，我跟你讲，12%你个腹背受敌，你觉得根本都想死了 KMT， 他26怎么办？该不该给我嘉奖一次？应该吧。好，3月26号是历史上的一天，历史上的今天，宣判那一天。好，我跟你讲，黄国昌是恩人。还是亲人哈，跟柯文哲中间完全看326，你知道吗？326的差别在哪里？326看谁是恩人，谁是亲人？这个大家比较听得懂。亲人哈，亲人是怎么样？既是亲人也是恩人。326绝对是仇人，这一点毋庸置疑。今天326判10年以上，不能选总统。黄国昌有打不了了，你知道吗？那就是他这个恩人哈。就是那个法官，好不好？这3个合议的法官。所以你是黄国昌的恩人啊？我不是，他常骂我，可是我觉得他对我们还蛮好的。我们不要记这个私怨，为了党的这个大计来谈嘛哈。326如果判第一条罪叫7年以上，判8年半好了。我跟你讲，天下大乱。你都不到10年的话，不到10年他可以选总统。黄国昌。当场就废掉了，你知道？干脆找一个那个歪脖子树，是不是弄一下这样子？所以这326的判决，他的那个违背职务跟不违背职务，7年以上跟10年以上，那是惊天动地的大事。现在很多的阴谋论啊，哎呀，这个赖清德会不会施压给那3个法官，给他判8年半，搞死国民党？这不，我觉得黑手伸不到司法，我个人觉得。对啊，我讲阴谋论，很多人会谈论嘛。我说你光讲这一句，这不可能啊！这新闻爆出来怎么得了？怎么可能？所以不可能。326，因为本党连某些选区的提名都要等到326，好不好？那是那个就是有共同很多被告嘛哈，所以326啊，这一天是真的被告有你们的人吗？对，同选区。所以326怎么判？真的牵动2026都不重要了，牵动2028的胜负。柯文哲选到底的话，请问你国民党如何自处？桑卡杜，你怎么应付他？然后是不是那就很可能赖清德就连任了嘛？赖清德虽然赖清德拿30个人选，我认为拿40到45%是易如反掌，他现任嘛。他30个人选。2个人选从45起跳，你不要以为1对1我们都不见得赢，三个人选难很多，所以好，那重点是什么？今天326之后完了以后，8月才报名新北市，黄国昌2月1号，明天不是要成立那个竞选总部？黄国昌如果选到底的话，那蓝白就分手了。他如果不要选到底，他就算到了8月9月才跟你们合。然后去弄这些，对你们来说是不是也大？你光刘和然跟这个李四川战争，你也内耗差不多了嘛？是不是？你不要说他是不是到8月底9月初报名的时间啦？所以我的看法，他是会叫黄国昌选到底的。那黄国昌是不想选到底的。如果黄国昌有一种可能选到底，第一个柯文哲的意志，第二个326柯文哲判这个8年半可以选总统，
叫你去选到底，你没有任何含扣的余地。我跟你讲，黄国昌，那他就会选到底。OK， 因为你不选到底，连主席都不让你做。请问一下，你们有任何备案吗？就是如果人家选到底，你们有任何备案的准备？我在小五哥节目提出了所谓的安全半膜的方法，对不对？就是所谓的备案，很多人也跟进我的说法。我跟你很简单，今天你跟他谈，不是一昧的别人对你全心全意的奉献给你，柯文哲，你跟他谈，你绝对要有他如果回头伤害你，你有什么安全半膜？你怎么让自己更强大？他更虚弱，然后谈。那才会有好果子嘛。什么叫我跟你讲历史的阴间嘛？今天呢，连2000年为什么连战跟宋楚瑜分裂，而这个陈水扁当选？因为宋楚瑜党很小，没有党的时候无党，人很强大。那国民党人很弱，民调很低，但党很大。就21天作5的，不管是黄大洲跟这个赵少康，不管是连战跟宋楚瑜，历历在目。你弄成一大一小，才有谈的机会。OK， 但廷辉现在看起来的话，柯文哲最近很多的一些的发言，你听起来，但是大家也都讲，包括小明刚讲326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未来可能国内政坛到2026，生活到2028，可能都取决于这些。那柯文哲最近这所有一些谈话，你听起来什么味道？钱的味道。你看到最近他不是在跟他讲说这个300万的这个骑飞轮，然后就有300万吗？结果人家问他的时候，他就转到另外一个方向所以他物价腾贵，怎么那个钞票变300万？这个是通货膨胀了。通货膨胀，对，阿根廷。但是他的意思是说就是类似所谓的未来要数位化了概念或者是说这个不要有纸钞了，但是我听起来都还是跟钱是有关的。你就算选举，它本身来讲也是要政治现金嘛，要募款嘛，要等等之类的嘛所以他其实也不是说没有汲取教训，是说下一次我可能要做的比较细腻一点不要被抓到小辫子可是找一个会计事务所可以来，是不是真的很对他来说真的是不是影响知识体大？我觉得是蛮伤的啦，是蛮伤的。但是因为我觉得326对是一个门槛没有错，但是你说赖清德总统如果说要干预司法，我是觉得也不太可思议的事情你这两面话嘛，你如果说真的是能够干预司法，那你不就是坐实了，就是这个事情是一个政治陷害嘛，对不对？那你如果没有办法干预司法的话，那就是牵动全局，就影响到刚刚小平哥讲的，未来蓝白合的问题或者是说，所以我说柯文哲的所有的资源他不是来自于他自己本身创造的这个资源滋养他的所有的养分都来自于国民党跟民进党给他的所以这个才是问题啊。所以当你蓝白这一边来讲，你说这个县市议员或者是县市长的提名斗得这个没有办法有合作空间来讲但是那绿营这边呢，对不对？因为柯文哲还有一块可以去跟绿营这边吸收资源呢。你觉得柯文哲最近很多的动作，尤其是刻意讲的一些蓝白分工合作的分，但是什么事都有可能，某种程度是在跟绿营招手吗？是啊，你看那个郑丽文讲话也是啊，感觉他说这个可能那时候的时空背景，2024的蓝白合时空背景跟现在也不太一样。对，然后柯文哲关久了以后，那个有负面的想法。对，他已经都定义你是负面想法了，你不是正面想法了。我们主席也是有反击的，免礼真的错害一下好不好？所以这个其实讲得很轻的嘛，双方来讲哇，现在等于是。连去谈那个八字都那个去拿八字来对的这个都没有啊，对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八字都没一撇的情况下，柯文哲练瑜伽了，要合的，我觉得要合的机会现在因为本身来讲，这个政党的结构就是在竞争的，你如果是总统大选，或许还有合作的空间，但是问题因为什么呢？因为执政之后可以有些部长或是怎么可以分配一些资源嘛，但是现在不是啊，你现在是县市长，那个是。蔡奇讲的，就是刀子砍下去，这出来是血的概念呢。那个概念是什么？双方都互相厮杀而已，那不是要不是你死我活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很难了，非常难了。结构因素来讲，或许他可能在选完之后，或许又是另外一种面貌。但是至少现在我看起来，双方好像要合的意愿没那么强。可是现在上空，今天是黄昌当立委最后一天的会议嘛？对。那他讲完全无缝接轨，2月1号总部成立。小平一直持这个看法，是觉得他会选到底。对，最起码柯文哲会叫他选到底，逼他选到底。那如果这样的话，就表示柯文哲是全面掌控民众党，包括连黄昌，你是主席，
不过是我手上一颗棋子，我叫你摆在这个地方走到底。我叫你过了河，你就是一定要过河，是这个样子吗？那对黄昌来讲的话，他真的就是一定完全都是要这样照着走吗？第一个好，柯文哲接那个国家治理学院院长哦，他在党内换言之，他有了正式的身份嘛，不然就是前主席党员嘛哈。那有了正式身份嘛，但你看黄国昌在布达一级主管的时候，对柯文哲接国家治理学院的那一段讲法就很有意思。国政班，请问你谈国政跟政策有无关联性？谈国政不谈政策很奇怪吧？好。第二个，候选人的训练。第三个，扩大与社会的连结，然后招募有志之士入党。很奇怪，我怎么感觉这都是党主席的工作呢？怎么都变成柯文哲的工作？对外扩大连结是柯文哲，招募有志之士柯文哲。那柯文哲的位阶到底在哪里？你兼政策会主任，他是主任委员，主委，对，主任他是国政，位阶谁高谁低，我真的有点搞不懂哦，有点搞不懂。当然国家治理高了，开玩笑，国家2个字压死你，我跟你讲。那位阶你就不能不说，柯文哲的位阶要高很多，当然好，这第一个，第二个。以前我们看到的是国民党的革实院，后面看到陈水扁主政时代的凯达格兰学院，对不对？好，以前国民党那个你从哪里出生，那个经历，第几期革实院那多重要，那个写下去，蒋中正当院长的时候，蒋经国当主任的时候，那个资历以前大概在20年前、30年前，你要接一级主管什么，你没有革实院的资历，要有革实院资历。对啊，好。那以前对不起，小平，你有经过革实院？没有。好，那不用讨论，来，我只经过那个工商建会，是不是有点弱这样？不会，你要问你，经济发展很好。问你 A 你答 A， 不要问 A 答 B 好吧？请自重好不好？然后你看凯达格兰学校，那时候。民进党对凯达格兰学校，你有没有去过？他也是一个很重视的，是啊。现在我招募国家治理学院，我老师柯文哲，那你在民众党的那个分量又不一样啊，对不对？天子门生的感觉对啊，就这样嘛，所以你就看得出来那个位阶有多高。问你 A 你答 A， 不要问 A 答 B 好吧？请自重好不好？然后你看凯达格兰学校，那时候民进党对凯达格兰学校，你有没有去过？他也是一个很重视的，是啊。现在我招募国家治理学院，我老师柯文哲，那你在民众党的那个分量又不一样啊，对不对？天子门生的感觉对啊，就这样嘛，所以你就看得出来那个位阶有多高，然后跟你说，你给我选，你给我选，你给我选，那很好奇一件事，陈晚会提名了没有？提了吗？提了。张启凯提了没？提了。一个竞选总部2月1号要开张的还没提名，还没提名，还没提名哦。那请问一下，党主席现阶段他要选新北，有人跟他竞争吗？没有，有听到第二个吗？没有了，对，有听到第二个吗？没有，那为什么不提？不提，为什么不提？为什么不提？这为什么不提比较有趣嘛？这就要拿来跟国民党画爬给用的吗？第一个，如果提完名，提完名，那如果真如国民党伟大的郑主席所说，过年前新北出来，那2个位置站好了，蓝白的移动空间缩小了，移动空间会缩到最小哦。因为如果协调出来李四川跟黄国昌，你认为蓝白之间，就是说蓝营的移动空间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如果不提名，
大家还保留一个可以谈的空间。那筹码的问题，那我越晚，你看啊，前面已经有几份民调做出来，萨卡都的时候，李四川已经输小慧大概就2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在我们民调的概念是平手嘛，平手嘛，误差范围嘛。那柯文哲是不是最热？因为筹码越来越大。我告诉你哦，可以合哦，我们也可以分哦。不管所谓的分工合作还是其他的分，那表示我的筹码变大了。OK， 我的筹码变大了。那最简单一件事，请问国民党丢得起丢不起新北？丢不起。好吧，那就乖乖的去谈条件。直接的回答你的问题。对啊，那就乖乖去谈条件嘛。好。但是你回过头来想一件事，如果真的沙卡都，真的国民党新北丢了，你认为民众党以后还有得混吗？他把国民党的第一大县市直辖市搞掉了。那请问你以后蓝营的基层里面对白营的愤怒程度会有多大？恨柯文哲超过赖清德，会有多大？你们民进党好不容易花了8年，国民党如果沙卡都一次战役就可以分回来了，他就可以分回来了。所以民众党，我相信民众党也不会那么笨啊。就是说新北对国民党的重要性有多大？虽然柯文哲找了一个指标人物蒋万安骂，但柯文哲很聪明，他知道蒋万安骂不到。但是新北民调这样做出来的话，倒的话，我跟你讲，那蓝白彻底以后就没有什么可以谈合作空间了。OK， 郑丽文要如何自处？输掉的话要如何自处？那没有什么自处了。新北如果输掉，那一定是下台啊，那没有什么好讨论啊。所以新北，不过我要回应一件事情，蓝营在新北执政20几年，要靠民众党才有办法继续维持执政，你不觉得这一件事情等于失去新北吗？我说如果这不是很奇怪吗？但还有你已经几任的市长在那个地方了，但是你要回过头来讲，然后你必须要去求柯文哲，柯文哲现在大尾了。如果国民党赢，弃保效应发生，黄国昌的票很低，民众党也完了，也完了，民众党也完了。那柯文哲可以选择也被弃保。你刚才讲到，本来我接下来要问的就是，因为大家讨论这个时候都不把弃保摆进来，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萨卡都理论上一定会出现弃保，对，而那个弃保要看过程当中，尤其比较同一挂的边，好了，就蓝白的候选人。那个民调差距，如果好像最近你看到的，如果要是川博跟苏巧慧，譬如说差2%，可是如果要是黄国昌可能占到10%、12%，到最后选举到后期的时候，一般都预估他会出现弃保，也就是说对国民党来说，就一定要这么忌惮的说，我因为萨卡都我担心丢掉，那个弃保发挥的效应难道不会很浓吗？我是主张国民党就一次战到底啊。哪那么啰嗦嘛？不是，而且我觉得国民党要赢啊，对啊，对不对？哪那么啰嗦嘛？会赢啊！我啰嗦，你不要忘了，白里面讨厌绿，那蓝营里面也讨厌绿。当蓝绿里面胜负平手的时候，请问你黄国昌白的票要不要思考去不能让绿营当选？因为很简单了。如果新北被拿掉了，被民进党拿掉了，如何思考2028？就绿营要那个国民党跟白如何思考2028？那就算柯文哲要跟国民党合作，2028新北已经丢了。大家合作，如果再搞合作的话，变成是国民党负面情绪，不是柯文哲了。所以你走到后面，所以你注意看。为什么黄国昌说？你看我竞选总部都成立了，你们还说我选假的？提名呢？不提就是假的，你觉得？不提，他还有空间去民调的时候，白银的那一个移动性还存在嘛？那个蓝银的移动性还存在的时候，平手我的筹码就会扩大。看那总部租几个月，租多久了？不，那个筹码会扩大。OK， 那现阶段他们是为了要一决胜负，就是说萨卡都我要跟你必死的决心打
打下去，还是要创造手中谈判的筹码最大。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那合纵连横之下，那每个阵营大家都在找最大的一块点，可是中间出现的一些事情，包括尤其像蓝白之间的和，会不会有什么样一些影响，或是在整体民众的感受上？金华，现在2月1号，民众党6上6下，对，但是大家目光的焦点都摆在一起，李珍秀，对，那现在看起来。包括柯文哲这几天有帮李珍秀叫屈，然后讲说没有什么 SOP，然后没有这些。那本来过程当中，蓝白本来也要修国际法那一块，但是后来没有嘛，到现在还没有。可是这整件事情对未来会有什么影响？这个李珍秀这件事情，因为同时牵扯到这牵动到这一方面是白银啦，但对绿营这边其实支持者情绪还是会有影响。为什么？我这样讲，首先先谈李珍秀这个事情李珍秀的事情其实非常简单它其实就是你就是要当中华民国的公职，你按照国际法第20条，你就是不能够有其他国籍啦。所以呢，李珍秀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要不要放弃这件事情呢？大家会睁大眼睛在看嘛。那从昨天到今天，内政部现在讲的就是说，他在就职前他要出示他至少申请这件事情。那申请这件事情，确实在这个对岸他们的官方网站上面是有申请程序的然后在上面呢，你看他们是有一个退籍证书就是你要有这样退籍证书，然后给这个就给立法院至少要给他，然后证明说你这个已经这个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已经退籍了，然后呢你才有办法就职嘛。那要不然的话，至少申请书你出示，然后在这1年之内呢，你把这个退籍证书交出来也是可以的。所以至少在法定程序上，我们台湾是有这个。就职前你要提出申请办理就申请。那1年内你必须拿出正式放弃国籍的证书，就这个退籍证书所以那个申请程序，因为我今天去看了那个申请表单，其实都在。所以再怎么样他就职那个时候，你申请表单要拿出来，或是你要出具声明好，那这件事情客观事实是长这样，但问题在于说，你看这个柯文哲是在里面呢找到一个空间，他就是炮轰说这个内政部没有 SOP， 但内政部部长就告诉你说没有按照我们法令上面是有的就法令是规定就是你要放弃所以你会发现柯文哲话在讲更重，还讲什么呢？说这是要逼死人民所以你可以看到柯文哲出来的特色，他跟黄国昌比起来，最大就是金句很多，用逼死这个字，所以大家第一个反应是这个逼死人民，他好像把立法委员拉到跟一般小老百姓一样，这件事怪怪的但是为什么说这件事情呢？客观事实是一件事呢，但是柯文哲在声量上的滚动又是另外一件事，所以柯文哲等于是透过这个事件呢，让他声量滚动起来。所以你看他讲逼死人民用了这4个字，从昨天到今天就很多人在注意这件事。那所以我才说这件事情，一方面是牵动到白营的目光啦，一方面也牵动到绿营支持者的目光。什么意思呢？你看现在等于说，大家在法令上面看到的是，那内政部现在能不能硬起来？如果内政部没有硬起来的话，那对于绿营支持者来讲，昨天其实已经有很多人表达说为什么他还可以当1年的立法委员？他理论上他没有放弃他的双重国籍那他国籍没有放弃的话，为什么他还可以当立法委员？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他牵动到政治上效应是长这样。好，那第3个我要讲说，这个柯文哲跟黄国昌这里面的关系其实从哪一张图可以看得出来？我给大家看这张图这张春联的图，万众同心图是看得最明显。为什么？你知道这张图在之前在联名版出来之前是黄国昌版这个我找到这个图是民众党的地方的候选人要选不同县市的呢，拿出来的万众同心春联是黄国昌署名版，不是联名版所以在之前黄国昌版的时候呢，有很多民众党地方的候选人都已经像这样子呢，人跟春联已经像这样拍过照片了然后上面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黄国昌是春联上面署名的那个名字是他的，但是那个柯文哲是上面这一朵花里面的阿飞的图，你有看到在这个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到上面这朵花，这是柯文哲所以本来民众党的地方候选人拿出来的是长这样那为什么你看后面就出现了联名版？黄国昌跟柯文哲2个名字在上面，所以有这2个版本，他就告诉你一件事，这里面已经发生过变化嘛。从本来只有黄国昌版本，然后到后来出现黄国昌跟柯文哲版本，那你就要问一件事嘛，这件事情对于民众党的党中央来讲，是不是意识到就柯文哲回来了？所以呢，在这上面要柯文哲跟黄国昌要做一个平衡的处理，所以这个版本很有趣就民众党有这个地方的候选人呢，有很多人自动换上联名版的已经不是只有黄国昌的版本，所以你从这个微妙的变化就看得出来，黄国昌跟柯文哲2个之间，在民众党的人心里面那个分量大小差异啦。而且呢，就像我们讲，对于柯文哲来讲，
326之前是一件事，因为我们刚刚谈这个新北市的选情，谈选举的事情，讲到2028，讲到什么11月的时候，可是对柯文哲来讲，326审判出来之前，对他来说，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他的当务之急。326之后呢，审判出来之后呢，又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326之前呢，他的动作就会怎么样了？他的动作呢，一方面在这个蓝绿之间，他把他空间呢，不能像黄国昌的时候，都完全变成是国民党的小蓝，他不能这样子。第二个是对于柯文哲来讲，他也有想象空间啦，他有司法上自己的想象空间啦，所以他也想要释放善意给绿营啦，所以他去炮打蒋万安嘛，然后他去讲，你看哦，他是不断的在堆叠哦，等于说之前炮打蒋万安的时候呢，讲得好，还说是你这个是买票，对不对？买票政策，但是他现在不是哦，他从之前讲人家买票政策到现在讲得更直白哦，你看他讲蓝白分这3个字是更直白的讲出来哦，你是点名到5个，如果有印象，我上次是不是讲说他现在就要讲到国民党会痛，那你去看，对国民党来讲，蓝白分这3个字拿出来的时候，对国民党来讲，那个敏感神经是不是跳动的比上个礼拜更大？所以他讲蓝白分这个字出来的时候，他后面即便他去讲说可以分工合作，但是他后面在讲的那一段就是好。这个要分手哈，是分手还是继续合作，什么都有可能。他讲的是世界上什么都有可能。换言之，他是不是故意把那个空间做出来？意思就是，绿营也可以回来再找他合作。他是刻意把这个风向把它抛出来。所以呢，他在326之前，他会一直把这件事情抛出来，抛到326那一天具体的结果出来为止。所以326之前是长这样哦，而且326之前呢，这个黄国昌就好好回到他新北去。我认为在柯文哲盘算是这样，他就好好回到新北去。然后民众党的局哈，你看啊，因为这几天有几个人我陆续看到啊，过去这1年多呢，这个面孔看到不多，比如说张其禄他是柯文哲第1届的这个不分区跟排名在前面的。可是你看黄国昌当主席之后，张其禄的角色就变得很少。但是当柯文哲出现的时候，如果你去看柯文哲这几天画面，张其禄都跟在旁边。然后呢，柯文哲的国家治理学院那个院长这个角色，我要特别强调，那个国家治理学院刚成立的时候，主任是翟本桥，然后当时没有院长这个角色，等于是柯文哲回来了，然后院长这个角色就出现了。所以呢，这个老大的这个角色呢是重新加上去的，这个很像以前我们在讲日本有一段时间，那个天皇觉得这个被这个关白绑架了这个执政之后呢，后来呢就直接退位变成上皇，用像类似上皇跟法皇的概念在执政。柯文哲现在就是在主席之外多了一个治理学院院长的角色，但是呢，整个民众党的整个大盘的棋，你可以看到。民众党候选人的表态是最清楚的，都是回到柯文哲身上去。所以国家治理学院的角度，他接下去你去想一件事：民众党新的这些不分区新的席次里面，请问跟柯文哲熟还是跟那个黄国昌比较熟？显然那里面的人都是跟柯文哲比较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从立法院到民众党现在的中央党部，然后到这个他的所谓的国家治理学院，这看起来都回到柯文哲的手上了。所以呢，在看的时候，326之前呢，请把它当作是柯文哲为了他个人的想象要做的一盘局。但326之后呢，对他来讲，如果326的情况不如他想象的话，那可能他又会往另外一个方向再去做规划。OK， 来，是不是要补充？我要补充一下，就是说柯文哲一定是在现在这个时间，利用自己的政治能量，累积最大的社会影响力，包含要在政治上面继续维持他的影响力。也想再利用这样子的影响力影响他的司法，我想他绝对是两面的手法要做的。但是我要讲的是说，刚这个小平哥说这3月26号什么有可能总统去影响这些，不怎么可能？不是，我说很多阴谋论，我说也不对啦，会。但是台湾的司法就不会去影响这一件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为什么有阴谋论？就是有会受到影响的人开始去串这些阴谋论嘛，然后会去讲的是谁？就是蓝白合。为什么有阴谋论？就是有会受到影响的人开始去串这些阴谋论嘛，然后会去讲的是谁？就是蓝白合。但我还是要回到刚刚这个所谓的新北市选举的影响的论点来看，国民党如果真的强，国民党如果真的觉得说民进党执政，赖清德执政真的这么不好的话，那你们如果自己做出比较好，为什么一定要期待
蓝白合，然后也要期待说，如果司法判太轻对于柯文哲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判太重，柯文哲又会继续怎么样影响蓝白合？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让人不可思议。就是说司法的判决对于柯文哲这一个案子的判决，绝对是依照证据下去做判决。我相信法官一定会是这么做。但是现在有很多阴谋论的讲法，全部都说这些的判决会影响柯文哲的做法，绝对会影响到蓝白合。我觉得国民党真的要争气一点啊！这个过去上一次总统选举已经被玩弄一次了，那个6点协议让6%，让侯友宜真的是痛到现在都讲不出话来。你们现在继续期待蓝白合，不止2026，连2028都要受他掣肘，我真的觉得这真的是太不争气了吧！然后加上一个党主席这个党主席一天到晚在找麻烦，这个郑丽文所讲的，刚刚讲的这个所谓的两岸和平框架这一件事情，其实是直接把国民党现在地方选举直接把它拉到2028这种总统的选举，然后让地方的选举跟两岸议题挂上。我觉得这国民党如果自己在内部都没有办法去让郑丽文在这件事情闭嘴的话，你们继续期待蓝白合，就算是蓝白合，我觉得也没有办法救你。小平要不要回应？因为2024是一个历史的伤痕总统丢掉没有重返执政，就是2024定调，党中央定调无怨无悔纯正的爱，造成结果是生无可恋，好不好？最后的结局。所以我们生无可恋，死有全尸，生无可恋。然后，可到了2026、2028，又是一个新的选举的阶段，所以要汲取以前的教训，一定要安全办模。万一别人悔婚，好，我们怎么办？小平，你刚刚讲是你每次都会提出像这样一些想法，我刚刚的意思就是说，可是你们从党中央以这样有因为这个想法，然后做出什么样的一些的准备吗？有，不管心理建设或是我觉得啦这个当然时辰还没到，我们也在看326我郑丽文也在看呢，我们都在看嘛我是告发人嘛然后国民党的选民也在看所以这个段时间我们就让柯文哲脸消委或干嘛，就让他去讲，然后就让黄国昌去2月1号成立总部，这段时间他让他准备起，他会试图把刚刚简书培讲的对吧？所有的各方方面面的张力拉到最大，对他有利，张力大，他认为他对他有利，这是他的逻辑，柯文哲的逻辑。好，所以326之后，我觉得一定会有国民党，我觉得这个郑丽文一定会这个领导呢，一定会有正确而迅速、果决的反应。我那个326之后，小平，请问一下，今年这次2026这选，蒋万安会不会是国民党所有候选人的超级政治助选员？会不会拉着希望他到每个地方去？因为他在台北市的民调又高。包括满意度高，那要看绿营接驾，因为绿营还没有表态嘛，所以民调上面来讲的话，不表态通常是会比较吃亏一些。可是即便这样，因为蒋万安来讲，他确实民调也算高，所以他会不会是这次最抢手的母亲？会。然后你知道简书培他们一定会问他一句话，你会问什么？能不能做好做满？对，是不是？能不能做好做满？是不是一定会这样？我是不怕简书培讲他做好做满，我怕简书培讲说你哥每天工作朝九晚五，所以不能去助选，你知道？我带他6日去了，我觉得我应该民进党在想什么，你知道？他推出一个最强的候选，类似郑丽君那样，或是非典型的民进党叫做黄世坚那样，对不对？那第一个就是一定要保。他现在的议员席次还多2、3个，我觉得，因为上次是就有史以来最失败的提名，因为上次以我们中正万华为例，黄珊珊得到了45000票，然后陈时中就是简单讲，就是中正万华的议员的票，比陈时中多1万多票，多12000，就是换句话说，黄珊的25%里面有5%是民进党，你知道吗？因为你有看过民进党有落到只有31%，我觉得民进党接近40%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估计。这样的候选人一定要能够把自己的基本盘先拉到，然后再能够创造一些什么？因为他们回到就算36、7%的基本盘就是把黄珊珊的5%吐回去给陈时中，这个看展的话，多2、3个是很容易的，这第一件事。而且看起来他们也没有，比如说大安文山。他们也没有碰说提5个，第4个是比较安全的、比较安全的提名的方法。这第一个就是把小鸡稳住，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这个捆龙锁半马锁，绑住这个政治上电子脚镣，绑住
这个他的脚踝，蒋万。你为什么要用电子脚镣来形容？政治上的电子脚镣，政治上的电脚镣，他们希望困住他嘛？对，司法要电子脚镣，这是国家机器要处理的事。好，因为你让他变成一只车啊，全国纵横去辅选，不管6都，不管议员，然后蒋万，这个对民进党最不利，所以他一定要推出一个差不多的候选人，稳住小鸡，也困住蒋万，把他锁定在这个双北。那请问啊，如果他们一天到晚在议会就问你要不要做好做满，蒋万要怎么回？不，他一定做好做满啊。他一定会做满。上公在你有意见你帮蒋万安回答？不，我蒋万的智慧比我高，连我都那他会签名吗？我到时候提供给他，他会签名吗？做好做满。我觉得他不会签，为什么他都会做好做满？为什么不敢签？别人拿给他签，他犹豫一下，你给他签，他一定不签。原来是因为人哦。我跟你讲，这个简书培，我要称赞他一下，不管柯文哲，不管蒋万安。都是看到他都是最黑的，他声量也很高，他票也很多。对，有在那边黑就表示在绿营头。我就怀疑哈，你这边称赞我还是害我？当初柯黑时代的王世坚，跟什么？王世坚跟柯文哲唱双簧，现在是不是蒋万跟他唱双簧？大家一唱，他让蒋万声望很高。那现在大安文山的绿营很爱戴他，他初选民调超高。可是苏北对你们来讲的话，台北这一局到底该怎么办？当然，我们一定就如刚刚所说的啦，扣住民进党的基本盘，一定是母鸡最重要做的角色。然后这个人选，如果他能够更往中间的民众能够获得更多的支持的话，我觉得就是绑住蒋万安啊，因为蒋万安一定要回防。蒋万安这一次的票不在于他会不会连任。他在于他票拿不拿得漂亮，他的票如果拿得不像正传媒帮他做的那个声量这么的高，我告诉你，他党内还是有人会去挑战他，比如说这个卢秀燕也是这个磨刀霍，郑丽文也会啊，对不对？郑丽文说，我是提出两岸，你说2028吗？你说蒋万安去选2028哦？蒋万安有没有可能选2028？那要看国民党。你要叫他签名，就要做好做满嘛，对不对？对。第一个是这个2028，但是2028之后，国民党里面对蒋万安来讲没有挑战，也可能还是会有啊。那这一些人，如果蒋万安连任的票数不够高的话，这当然对他来讲都会有受影响嘛。所以这个民进党如果人选提的能够往中间能够去争取的话，我觉得这对蒋万安来讲一定是一个很大的冲击。OK。我觉得对蒋万安来讲，一定是一个很大的冲击。OK， 但除了这些对国内政坛来讲的话，动辄都会影响到2026、2028事以外，创下美国打不打伊朗这一仗？因为他们的战争部长不是说大军早就集结好了，就应该会动手，但是会不会斩首哈米尼，恐怕有困难。因为连那个卢比欧在前天的时候，外委会里面讲，这比较复杂。因为他们推翻的话，他不像马杜罗，因为推翻之后谁来接手？美国在想的，接手之后还会不会更强烈？所以哈米尼不能成为是所谓的烈士。所以现在不是就传出来什么一架飞机突然往莫斯科飞了？其实这就是美国期待的。然后美国更期待就是你们自我改变的决心，让世界看到。所以要极限施压。所以川普讲的还不是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2个航空母舰战斗群，这样子压过去是什么？就是代表着我美国在这边叫控制局面，而这个控制局面呢，你这个哈米尼不能再给我空开处决人，你不能再用你的国家暴力，你不能再断网路，其实就是在制造他们内部里面一个新的颜色革命，看你们能不能把它推翻，而且你们推翻之后是不是巴勒维的儿子还不一定。当然，对，所以你会看到所以在现在呢。整个川普在放的就是，大家有想到去年的时候午夜重锤，我到底哪天打我不知道，给你思考3个礼拜，2个礼拜，我3天后就打了，所以简直现在就是，可是就摆好了这个架势，而这个架势里面呢，然后再过来的很重要是什么？2艘航空母舰，当然它旁边的有巡弋飞弹、战斧巡弋飞弹，最重要是什么 ？EA-18是在上面飞的，就是那个电战机。都是放在航空母舰上的，
所以到时候会不会它整个所有的防空、所有的系统通通被干扰？然后呢，电站里面，川普会不会再用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美国开始去侦查，现在他们叫做天基雷达，就是在卫星上，然后也可以侦测地面，那个叫天基雷达。最早部署就在中东，所以是不是上面会跟整个委内瑞拉一样？到时候我还给你做一个电站干扰。所以到现在呢，整个伊朗也就是说进入准外标状况，然后到底有一架飞机到底是不是哈米尼？所以它其实美国现在就是极限施压。那至于俄罗斯呢，也看到了是因为如果整个委内瑞拉、俄罗斯和中国在美国后院已经没有干扰这样了，然后北韩金正恩目前看起来是比较宠他的女儿，比较关心他女儿。然后，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伊朗再出事，那全世界就只剩下俄罗斯跟中国面对美国。所以看俄罗斯也派了这个战斗直升机米28送过去，可是战斗直升机那是短兵接战的，而美国会不会出动地面部队？目前看起来没有这迹象。所以俄罗斯是说，而且欧盟呢，这个时候呢，前面格陵兰的时候，北约跟川普吵了一架嘛，那现在欧盟呢？也要调解一下跟川普的关系，所以呢，欧盟呢也站出来，没有在边两面的，而是站在川普这边，把他伊朗定为恐怖组织。所以整个伊朗情势其实看到就是极限施压，而这极限施压，如果从卢比欧的讲法里面，应该不会直接斩首，但是伊朗人民会做到什么程度，那是美国在继续推进的。OK， 那大家全球现在关心的另外一个重点，廷辉。张幼霞的事情到底发展？你现在看到有太多的说法，七宗罪很怪。现在听说这个中国国防部的网站上啊，也下架了这几天的有关于跟就是本来讲还有张幼霞那些下架了吗？对，都下架。就是说，前面那个所谓要党中央处理他的那个文字都还在，但是后面的这个国防部发言人在回应记者的一些问题来讲，可能都会认为是回答的不是那么好。所以后来现在都下架哈，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哈，很多中国大陆的网民也好，或者是说大家也好，都是在猜说下一个到底是谁。其实张幼霞已经过去了啦，已经过去了。那下一个来讲的话，有人说，这个有一军人身带弓呢，这推背图里面所讲的这个弓呢哈，可能是这个张生敏了哈。对，就下架，就是说，前面那个所谓要党中央处理他的那个文字都还在，但是后面的这个国防部发言人在回应记者的一些问题来讲，可能都会认为是回答的不是那么好，所以后来现在都下架哈。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哈，很多中国大陆的网民也好，或者是说大家也好，都是在猜说下一个到底是谁。其实张幼霞已经过去了啦，已经过去了。那下一个来讲的话，有人说，这个。有一军人身带弓呢，这推背图里面所讲的这个弓呢，哈，可能是这个张生敏了哈。那个张生敏有人提到说，现在剩下唯一的军委会的委员可能是他这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为什么这么认为呢？因为张生敏哦，因为曾经他是做抓耙子出身的嘛，就廖北亚出身的嘛，军纪就是所谓的政治作战的哈。然后他本身来讲，会不会有可能把一些这个情资给美国哈，这个因为来讲他可能是背叛自己的这个也有可能啦哈，但是也有人提到一点哈，就是说过往李克强，但李克强已经被心脏病了，已经死掉，但是把克盖起来的话就变什么？克盖起来就变李强了，所以李强有没有可能？李强有没有可能变成习近平下一个整肃的对象哈？这也是不可能哦，因为你看李强这个真的是李强也是，你看之前李强的那个政治对手就是应勇哈，应勇就是曾经跟柯文哲这个双城论坛过那个上海市长那个应勇后来有一次在报告的时候，李强就打小报告跟习近平讲，后来就应勇被骂，你知道吗？所以就李强这一号人物也是都会打小报告的哈。那李强有没有可能也会产生这种对习近平不利就是说我是这样子认为啦，就习近平基本上孤家寡人嘛，就变得风声鹤唳嘛。现在只要谁可能对他不利的话，他就宁愿铲除掉所以这个是中国的政局啦但是现在其实国际社会可能要关注一个层面。
我认为古巴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这几天来讲，川普直接挑衅古巴了哈，那各位，因为毕竟来讲是在他的所谓的唐罗主义的这个势力范围内啊，然后伊朗会不会打？其实我觉得哈，留着跟另外一个堂口就是那个以色列哈来处理，或许比较恰当。但是古巴现在他把它定位成恐怖分子了，这个古巴的共产党已经把它定位成恐怖分子的话。或许可能会对古巴出手，也不一定。所以其实川普已经搅翻了全世界，一团乱了。那现在川普又告诉习近平说，希望他8月到美国访问了。其实这也不寻常。为什么呢？因为照道理讲，这个 G20 是在年底12月的时候在迈阿密，但是本来习近平也打算运用这个机会去访问美国。那现在如果川普4月到这个中国访问，然后要求习近平8月回访的话，请问8月习近平就8月不能待在中国，他会发生什么事情？不晓得，因为。北戴河会议也好，或者是说这个元老政治也好，现在对习近平来讲的话，他正在安排21大的人事案砍掉张又侠，砍掉这些相关的，他不补齐哦。你看军委会不补齐的意思就是说我权力核心就回到了党这边来。那党里面来讲有一个很重要的组织，就是中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秘书长就是类似我们国安会的秘书长，就叫蔡奇。所以这个蔡奇来讲的话是在斗这些人啊。蔡奇没有，蔡奇没有功，对，蔡奇没有功。但是他是不是白头翁？是因为他说几年我是白头翁，蔡奇他头发的确是白的所以会不会蔡奇也被整肃不晓得，所以反正现在就是一团乱了。现在觉得习近平看谁不顺眼，看就杀谁了。现在已经到政治到玄学了，再到民间传说。可是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当然全世界会这么关注，包括张又侠这件事情，或者老共的一些发展，因为包括末日中那又往前调了一点点，那这些在都表示两岸关系是全球大家关心的一个重点。未来会怎么样，大家会关注。可是除了这个以外，国内政治刚刚所讲的这些未来怎么发展，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是我们这边，我们下周见，拜拜。